戏女谢渊，心愿皇上，愿皇上岁岁有余，长安长乐。你为何在此下跪？玉哥哥，你快看，中秋节的月亮好圆啊！听说啊，月亮里面住着月神，对着月亮许愿啊，愿望皆能实现。愿玉哥哥岁岁无余，长安长乐。像，当真是像极了他。皇上，千真万确。今日臣妾亲耳听到，那谢渊要与新郎在御花园幽会。丑人多作怪，敢贿赂后宫，今日被本宫抓住，本宫定赏他一招。嫡姐快瞧，那亭内隐隐绰绰的，真是好大一张床啊！猎物上钩了，里面是何人？还不快出来！谢答应为何这般慌张？参见贵妃娘娘。嫡姐，这女人还真和野男人在这里幽会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，生了天大的狗胆！求贵妃娘娘明察，臣妾只是趁着月圆之夜为皇上祈福，是薛贵人污蔑臣妾。我污蔑你，那里面又是何人？来人，快把这个贿赂后宫的娼妇给本宫拿下！后宫嫔妃和野男人私通，可是株连九族的死罪。谢渊啊谢渊，天子脚下，你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，不知羞耻！贵妃娘娘，你不能听信薛贵人的一面之词啊！此事若为真，本宫定将你扒皮抽骨进猪笼！还不快去把那奸夫给本宫拿下！我倒要看看你这个丑东西找了个什么样的野男人！不可以，慢着！姐姐，今日之事就当是妹妹错了，妹妹认罚。姐姐这么以下犯上，若是被皇上知道，是会被责罚的。就算是皇上来了，也必定是宠着我嫡姐，该责罚的是你。你若是坦坦荡荡，也不必这般心虚。快去把那个野男人给我揪出来！滚开！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抓个人都不会，还要本宫？皇上，朕是奸夫，你是什么？一步吗？皇上恕罪，臣妾听闻有嫔妃在此处与他人私通，扰乱宫规，特来此抓人，不想惊扰了皇上。都怪你这个搬弄是非的蠢东西，胡言乱语，蛊惑本宫。姐，皇上，臣妾知错了。来人，奴才在。传旨，贵人薛氏搬弄是非，诋毁嫔妃，贬为常在。这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您就饶了臣妾吧。蓉儿，朕知道你善良醇厚，耳根子软，容易受到他人的蒙骗，但身为贵妃，需谨言慎行才是。臣妾谨遵皇上教诲。皇上，谢答应在宫闱之中过中秋节，明知故犯，实圣止于无物，难道不该罚吗？皇上，臣妾不知为何不能在这皇宫中过中秋啊？你可知，自从淑妃死后，中秋佳节变成了宫中的禁忌。多嘴！来人，掌嘴！若是臣妾知道宫中有这一规矩，打死臣妾，臣妾也不敢来向月神祈福，求皇上责罚。行了，谢答应一片赤诚之心，为朕祈福，功过相抵，不知者无罪。谢答应还未侍寝，不如今晚就由谢答应侍寝，皇上意下如何？嫡姐，妹妹当真不知那个丑女人勾搭的是皇上，眼下皇上震怒，还降了妹妹位分，妹妹该如何是好啊？一个奴婢所生的贱种，也配叫本宫嫡姐？贵妃娘娘，娘娘您深得圣心，一定有办法帮帮臣妾的，对不对？自作聪明的蠢货，险些害了本宫，还妄想本宫帮你！
娘，您让那个贱人去侍寝。如若那个贱人得了圣宠，对娘娘您是百害无一利啊！就算皇上被他那一两句祈愿所打动，也会惊骇于他那满脸的红疹。更何况太后已经明令禁止他带病侍寝。臣妾这就去告知太后。站住，蠢东西！果真是一介低贱的庶女，上不得台面。去，把谢答应带病侍寝之事传遍整个后宫。是。臣妾伺候皇上沐浴。千娇百媚色如烟，回眸一笑惑人魂。谢答应未曾得过红疹，为何在殿选之时要扮作那般模样，诓骗朕，诓骗太后？皇上怎知臣妾从未得过红疹？你若是得过红疹，必定会留下疤痕。谢答应这肤若凝脂，吹弹可破，不像得过红疹。皇上恕罪，臣妾虽爱慕皇上，但却不想称宠，只能出此下策，避开侍寝。其他嫔妃都想得到朕的宠幸，你为何不想？与臣妾相依为命的姐姐被纳为妾室后，因容貌美丽得到姐夫宠爱，却不被主母待见，怀有身孕后更是遭到主母嫉妒，活生生偏对待而死。臣妾虽然爱慕皇上，宁愿远远看着皇上一眼，以解相思之苦，也不愿因为宠爱而落得跟姐姐一样的下场。你姐姐被虐待致死，是你姐夫没有护其周全，是他们。皇上也有无能之时啊。但是你进了宫，是朕的女人，朕会护你周全。你放心，以后不会有人欺负你。多谢皇上不追究之恩。谢答应离朕这么远，怎么替朕沐浴啊？若是害怕，就抱枕朕。从今以后，恩宠、地位、权力，我都要。师傅，这位小主得了癔症，脸上红疹害人，这皇上居然没将他赶出来。这说明咱们这位娘娘有本事，以后呀可得小心伺候着。是。皇上，臣妾累了。谢答应这般娇羞的模样，真叫朕爱不释手。明日再走，今晚好好陪陪朕。薛姐姐在御花园受尽了委屈，臣妾要回去陪陪她。你呀，就是太心善了。薛常在这么欺辱你，你竟还帮着他说话。就算不为了薛常在，臣妾也不能留下。宫中有规矩，妃嫔侍寝后不能久留宫中。臣妾不想因为明日遭来议论而引来是非。你这胆小怯懦的样子，得改。皇上，罢了，朕找人送你回去。若是有旁人问起你红疹之事，就说太医给你治好了，免得旁人问起你欺君之罪。多谢皇上为臣妾思虑周全。小德子，奴才在。谢答应甚得朕心，敬为常在。皇上，不要给臣妾晋升位分，臣妾身份卑微，如今这般就已经很满足了，不想因为得到圣宠而引来是非。皇上，你就依了臣妾吗？就听谢答应的。这区常在之位，可不够。那个贱人怎么事情到现在还没回来？小主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！本宫被皇上降了位分，又被贵妃羞辱，得不偿失。而柴房那个丑东西得了圣宠，怕是要同本宫在这昭义宫的平起平坐，这算什么好消息？小主，
奴婢派去的人打听过了，那谢答应被赶出养心殿了。而且啊，皇上根本就没有册封他，他还是个答应。什么？这天还黑着呢，就被皇上赶出寝宫，想必是那满脸的麻子惊扰了圣驾。小主，皇上对您的宠爱，哪是那个丑八怪能比得过的？如今看来啊，在这一批秀女中，依然只有小主夺得圣上恩宠呢。走，那个贱婢冲撞了皇上，这柴房他是住不得了。奴婢明白，奴婢这就把他赶走。就不打扰谢大人休息了，咱家告退。有劳公公了。小主，不好了！你带病侍寝又被皇上半夜赶出养心殿的事已经传遍六宫了，太后怕是会怪罪于你，这可怎么办？兰芝，遇事莫要急躁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是我家小主的东西。能爬上龙床的才配称为小主，你家那位不过是个被皇上厌弃的贱货。你一个奴婢，怎敢如此辱骂主子？打狗也得看主人，你一个连主子都是狗的贱婢，竟敢在本宫的面前耍威风！妹妹知道姐姐被皇上降了位分，心里不痛快，但姐姐那丫鬟出去做什么呢？你的脸怎么回事？今夜侍寝，皇上特意让太医给臣妾的脸瞧了瞧，太医妙手回春，针灸一番，这脸竟真的好了。果真长了一张妩媚的脸。不过那又如何？连龙床都没爬上去，就被皇上赶出寝宫的贱货，这柴房你们也是不配住。姐姐说的是，姐姐比妹妹早侍寝1个月，姐姐和皇上的情谊，妹妹自然是比不上的。知道就好。你的丫鬟吓到了本宫的狗，就罚她在这院子里跪上1夜。怎么，就算本宫被降了位分，也是高你一等的常在，你敢不把本宫的话放在眼里？妹妹不敢，妹妹的丫鬟犯了错，是妹妹管教不当，妹妹同兰芝一起跪。当真是乡野出身的贱民，没有尊卑之分，无宠便是低贱。小主，兰芝一人受罚就行了，夜深路重的，当心感染了风寒呢。着凉了才好，病得越重越好。小主，奴婢不许你这么糟蹋自己的身子。一个女人，只有让男人产生怜惜，心疼到骨子里去，她才能够恃宠而骄。兰芝啊，这漫漫长夜就快要过去了。皇上有旨，今夜还是翻谢答应的牌子，快将你家小主准备着。公公有所不知啊，我家小主染了风寒，高烧不退，怕是无法侍寝啊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好生伺候你家小主，咱家这就去回禀皇上。是。小主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回了景公公了。原来小主昨夜已经侍寝过了，那皇上还真是狠心，竟半夜将您赶出养心殿。其实皇上已经挽留我了。
那小主为何又半夜回来，让那六宫看了笑话，又惹得那薛常在小人得志，欺辱你？昨晚皇上让景公公亲自送我回来，他看到薛常在百般刁难我，你猜此时他会跟皇上说什么？小主无法侍寝，圣上龙颜大怒，公公为了自保，定是会狠狠地告那薛常在一状。不过生病了又如何？生病只是小事。区区风寒确实是小事，可淑妃就是因为感染风寒去世的，而长得像淑妃的我，正是因为去过养心殿，才被人百般陷害。只有这样，皇上才会更加的心疼你。小主高啊，实在是高。你去薛常在的房里，去找点热水来。这，小主，我们此时去向他讨要热水，他必定不会让我们好过的。舍不着孩子，套不着狼，我就是要让他更加的折磨，皇上才会越发的心疼。是。娘娘，娘娘，我家小主还病着，您不能进去啊。草民出身的贱婢就是不懂规矩。我是常在，他是答应，整个昭仪宫都是我的。这个破柴房有什么不能进的？薛姐姐来了。装什么装？得了风寒跟得了不治之症一样，还有脸来找我要热水？姐姐你也看到了，我们这个柴房四面土壁，连口热水都没有。若不是妹妹真的没有办法了，也不会让兰芝来叨扰你的。你不就是想要热水吗？小主，小主，娘娘，我家小主实在病得厉害，求娘娘放过他吧。玉波，我若是无心做了什么事，让姐姐不痛快了，姐姐你打我2下便是，何必这般羞辱我？你当我不敢打你吗？我不仅位分比你高，更是这昭仪宫的主人，打你是应该的。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。皇上驾到！住手！来的正是时候。皇上，你怎么来了？朕若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要将朕的元儿欺辱到如此地步。皇上，臣妾冤枉啊！皇上，你就别怪姐姐了。自打进宫以来，姐姐还是照顾了我不少的。她若真的照顾你，就不会在你高烧之时泼你冷水。没看到你家小主浑身湿透了吗？还不快拿干净衣裳来！皇上，我家小主的衣服全被薛常在丢了。没有，皇上，我没有。皇上，我家小主的衣服不仅被丢了，他还把小主赶到柴房，那床薄被怎么能抵御春秋的寒冷呢？皇上，你还是离臣妾远点吧，免得臣妾把兵器过给您了。说什么胡话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替朕着想？来，小刀子，宣太医，传太医。元儿，你被薛常在苛待之事，怎么不给朕说呢？若非朕亲自来，还不知道你要受多少苦呢。皇上明鉴啊，臣妾并未苛待谢大英啊！你当这耳聋眼瞎吗？你当这耳聋眼瞎吗？朕方才来之时，亲耳听到你自称你就是昭仪宫的主人，更是瞧见你打谢大英之时，下手狠毒，力道十足。皇上，是谢大英让臣妾打他的，是谢大英他……住口！你嫡姐薛贵妃温良醇厚，娴熟大方，怎么教出你这个毒妇来？皇上，臣妾究竟做了什么，竟让你不留情面，骂臣妾是个毒妇？谢答应怎么生的病？你当朕不清楚吗？你动辄大骂责罚，朕还不知道，在这后宫，你一个小小的常在，竟然权力如此之大。皇上，谢
谢大医生命与臣妾无关啊！不信，皇上问他。是臣妾自己身子过弱，与他无关。灵儿，你就是心肠善良，害怕他人受罚，孰是孰非，朕心里都清楚。小达子，传令下去，薛常在打骂嫔妃，德不配位，贬为答应。这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你饶了臣妾吧。你即刻搬出主殿，让渊儿来住。你去柴房，若再是让朕瞧见你折辱渊儿，你就给朕搬到冷宫去。不，皇上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对我。皇上，万万不可！臣妾只是一个答应，住主殿不合规矩啊。渊儿，你就是心肠太善良，以至于常常受到旁人的刁难。朕昨晚才答应你要护你周全，朕食言了。皇上，臣妾地位卑微，薛常在教训臣妾也是理所当然。灵儿，你这么温顺，叫朕怎么放心？小达子，传令下去，晋谢答应为贵人。是。皇上，灵儿，既然你步步隐忍退让，还是有人欺负你，那朕就让这河宫上上下下都知道，朕宠你，不会再让你受欺负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轩辕他是装的，你别被他伪善的外表给骗了。还敢胡言乱语！来人，拖下去，杖责20。皇上，臣妾的嫡姐是宠冠6宫的贵妃，求你看在嫡姐的面子上饶了我吧。仗着你嫡姐的名义为虎作伥，给朕拖下去！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你饶了臣妾。皇上，灵儿，今天晚上朕就不走了，好好陪陪你。皇上，您还是快回去吧。臣妾若是把病气传给你，让臣妾寝食难安啊。也罢，你身子弱，快回主殿休息。恭送皇上。小主，皇上今日对您宠爱有加，呵护有度，为何不借此机会把皇上留下来，以培养感情啊？这天下的男人都一样，越是得不到的，才越是会念念不忘。那我们现在就搬去主殿。傻，去看看那一朝失宠的薛答应伤势如何。20板子够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姐姐好歹是这批秀女里第一个被皇上宠幸的，怎么下手这么狠啊？皇上可真是无情又狠心呢。贱人，你别得意。打我！本宫打你就打你了，还要挑日子呢。小主，哪里来的狗奴才，竟敢对我家娘娘不敬！如今我为贵人，你为答应，本宫打你，你就要受着，可明白了？谢渊，你昨夜同你的贱婢一起罚跪是故意的，对吧？故意扮柔弱装可怜，博取皇上爱怜，还不算出。真不要脸！后宫向来是一个尔虞我诈、波谲云诡的地方，做妃子的就要真地宠、真爱怜，再审时度势，把握时机，才能够扶摇直上。这怎么能算不要脸呢？终有一日，我会在皇上面前撕下你这伪善白脸的面具。等到那一日到来之前，姐姐还是想想怎么让本宫搬去主殿。什么意思？本宫啊，住在这肮脏的柴房住惯了，不想搬去主殿了。不过呢，你跪下来求求本宫，本宫或许可以考虑考虑。做梦！爱搬不搬？吕布，你走，
若是皇上知道姐姐还是占着本宫的主殿，你说皇上会不会雷霆大怒啊？小主，谢贵人，请你搬到主殿去。薛答应说什么？本宫没听清。谢人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本宫得寸进尺又如何？你能奈我何？小主，谢贵人现下正得圣宠。闭嘴！谢贵人，求您搬到主殿去。本宫不想。你还想怎样？本宫口渴了，想喝一杯滚烫的茶水。请谢贵人喝茶。兰芝，去，当初薛答应怎么欺辱你的，你就向他一并讨回来。小主，薛答应好歹是薛贵妃的庶妹，奴婢不敢。小怂包。来人！在这后宫之中，凡是适可而止、留有善念之人，皆会被戳骨扒皮，吃得连渣都不剩。本宫要做的就是狠而无心。太阳快下山了，兰芝该去永寿宫给太后娘娘请罪了。谢人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，等着瞧！小主，你这么对薛答应，就不怕他报复吗？他嫡姐可是宠冠六宫、嚣张跋扈的薛贵妃呢。怕？我就算是怕，也怕小贼不咬耳，大鱼不上钩。皇后有心了，难怪你知道哀家睡不安稳，特地送来这金丝软枕。母后的安康是臣妾心之所系，不过这药枕啊，是臣妾替他人转赠的。太后，赠药枕之人特地采集了上好的夏枯草、合欢和菊花做成了这药枕。这夏枯草清心安神，菊花散风清热，合欢花安五脏悦颜色，它们都有安神速睡眠之功效。那这药枕究竟是何人所送？是今日刚晋封为贵人的谢渊。母后不愿见他，他便托臣妾将这药枕转送于您。这会儿啊，还在寿康宫外跪着呢。本宫还以为是何方人物，原来是昨夜违抗太后懿旨，带病勾引皇上的谢答应。殿选当日，哀家千叮咛万嘱咐，脸上红疹没好之前，万万不可将病气传染给皇帝。哼！他急于爬上龙床，如此胆大妄为，将哀家置于何处？这谢贵人呐，自小没有母亲教导，自然是不懂规矩些。但他关心母后的心是真的。你看，这万寿菊也是他精心所绣，只希望母后啊能够一心情畅心神，益寿延年。那母后若是不要，就归臣妾了。既然他如此有心，哀家不说不好。至于他要跪就跪着，哀家不见。小主，我们已然跪了2个时辰了，太后还是不愿意见我们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太后定会见我们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柔昭还想看。对不起，公主，臣妾现在是戴罪之身，不可太过张扬。若是公主愿意向太后娘娘替臣妾去求个情，臣妾啊定会给公主再变个戏法。你是哪个宫的宫女？柔昭这就去求皇祖母。臣妾啊是昭仪宫的新晋贵人谢渊。小主，这有用吗？皇家子嗣担保，皇上膝下只有长公主柔昭一人，公主备受宠爱，她去求有用。况且这个时候，
皇上也应该要来了。皇祖母，柔昭喜欢谢贵人，您就饶了谢贵人吧。柔昭，休得胡言！母妃，柔昭没有胡言。皇祖母今日若是不饶了谢贵人，柔昭也跟着一起罚跪。公主乃千金之躯，万万不可啊！这贱人的脸是好了。柔昭为何要下跪啊？皇上万福。父皇，柔昭喜欢谢贵人，父皇快点求皇祖母饶了谢贵人吧。巧了，父皇也喜欢谢贵人。母后，儿臣知晓您怪罪谢贵人带病侍寝之事，现谢贵人已然痊愈，未曾将病气传给朕，就让她起来吧。既然皇上和公主替你求情，平身吧。谢皇上，谢太后。皇上，你脚麻了吧？朕送你回去。皇上，大庭广众之下不好。你是朕爱的女人，有何不好的？朕的手都酸了。皇上是在嫌弃臣妾重吗？朕怎么会嫌弃渊儿重呢？是朕抱紧了怕你疼，松了怕你摔着。这一路走来胆战心惊，所以手才酸了。皇上的嘴啊，就是会哄骗人。渊儿，今晚留在这儿，不许半夜离开。渊儿，不要拒绝朕。师傅，这都已经第10个晚上了，谢贵人才入宫多久？这皇上居然连续10个晚上都翻他的绿头牌。这后宫的天儿啊，要变了。皇上竟然让那个贱人1日之内连尽了结，成了贵人，还传御用太医给他医好了脸，甚至整整宠幸了他10日。看来本宫不得不防啊！你起来吧。回娘娘，薛答应求见。这个蠢货来的正是时候，让他进来。姐姐，皇上为了谢约那个贱人，不仅一而再降我的位分，还命人重打我20大板。我整整休养了10天才下得来床。姐姐，你可以谅为我做主啊！没用的东西，还好意思在我面前哭？我给了你被皇上翻牌子的机会，可你倒好，这么快就被那个谢妍拉下来。姐姐，这真的不是我的错，一定是谢约那个贱人给皇上下了蛊，才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。大胆！巫蛊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你怎可胡言猜测？娘娘恕罪，臣妾一时口不择言。要本宫帮你，也不是不可以，就要看你敢不敢。妹妹只要能在私复仇，妹妹有何不敢？这不是长公主的生辰吗？姐姐，长公主是您的孩子，是皇上唯一的孩子。是我的孩子没错，但只有能为我所用，才配做我的孩子。妹妹一定会让谢渊万劫不复。太后娘娘，薛贵妃和薛答应求见。让他们进来吧。太后娘娘万福金安。薛贵妃找哀家，所谓何事？太后，柔昭连日梦魇说胡话，现在又卧病不起，臣妾内心实在惶恐。哀家的柔昭怎么病得这么严重？请太医看了吗？太医也束手无策。臣妾恳请太后，请秦之冠道长来宫中为皇上
为太后也为柔昭祈福。薛贵妃思虑周全，就按你所说的做。嫡姐，你果真神机妙算，太后竟如此轻易就应允了你的提议。太后素来爱道，只要宫中不太平，她就一定会请清真观的道士前来驱魔祈福。更何况柔昭是这皇室中目前唯一的血脉，太后定然格外重视。这次谢渊必将死无葬身之地。贵妃娘娘，蜀锦是川峡总督进贡，归皇后娘娘与贵妃娘娘所有。皇后娘娘命奴婢把您这份给您送过来。有劳姑姑了。奴婢告退。扔了，本宫才不要和那个病秧子用一样的料子。嫡姐，这蜀锦难得，不如您就赏给臣妾。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拿去吧。小主，最近宫里好像不太平，太后先请了清真观道长前来做法祈福，除了皇后娘娘带病久居深宫外，所有的嫔妃都要参加。小主，你瞧，这薛大英为什么从我们的寝宫出来？姐姐怎么如此慌张啊？谁慌张了？这好歹是我住过的主殿，看看怎么。参见太后。白道长不必多礼，请开始吧。是。唤清顺赵乾坤，依仗灵符命棍神，脚踏阴阳八卦物，手持木剑斩妖魂。不好！白道长，你这是何意？太后娘娘，我夜观天象，紫微星乱，天降异象，长公主卧病不起，夜夜梦魇，皆是因为宫中出了邪祟妖孽。宫中向来敬鬼怪诅咒，就连哀家也只能在这隆重之时见到道长您。还有谁如此胆大包天？太后最为信任白道长，皇上膝下更是指出了长公主一人，用巫蛊之术加害长公主，这次定永无翻身之日。白道长，您切莫胡说，这宫中戒备森严，何来邪祟妖孽？此人身份不简单，太后恕贫道不敢讲。身份再不简单，哀家还怕被他吃了不成？白道长，有哀家在此作证，你尽管说便是。说，此妖孽出自西北方昭仪宫，摆驾昭仪宫。太后娘娘，邪祟正是出自这屋。这可是谢贵人的寝殿。谢贵人，居然是你！太后，不是我。谢贵人，今日皇上频繁宠幸你，莫非你是用了什么妖术，专门来魅惑皇上？更是嫉妒本宫带下长公主，对我的柔昭下毒手。启禀太后，贵妃，臣妾深谙宫中规矩，更是胆小怕事，万万不敢碰那邪祟之物。还请太后查明真相，以正后宫。皇上驾到！母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今日之事，皇帝不得过问。来人，严查！太后，臣殿的寝宫不能查。谢贵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太后亲请白道长为宫中祈福，扫清祸乱，你胆敢阻拦？
谢贵人，今日之事由不得你。太后，寝殿中有臣妾隐私之物，不便以示众人。来人，给哀家搜！太后，真的不能！娘，莲儿，要是有人冤枉你，朕一定给你个交代。启禀太后，这巫蛊之物是从谢贵人的床底下发现的。这是柔昭的生辰，这巫蛊娃娃上布满了针，难怪我的柔昭近日浑身疼痛。谢贵人，你心肠如此歹毒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谢贵人，你独得皇上恩宠，不但不感恩戴德，反倒把此等废物带入宫中，加害皇上的长公主，你真是丧尽天良，其心可诛！皇上，难道连你也不相信臣妾吗？谢贵人好大的胆子！臣妾从未见过这巫蛊娃娃，还请太后明察。谢贵人行巫蛊祸乱，扰乱宫事，还请皇上太后拨乱反正，惩奸除恶。太后，柔昭被这巫蛊娃娃害得卧病不起，连太医都束手无策，还请太后为柔昭做主，处死谢贵人，以儆效尤。谢贵人，你还有话可说。启禀太后，臣妾无话可说。启禀太后，我家小主绝不可能行巫蛊之事，此番定是遭人陷害，还请太后明察。贱婢，人赃俱获，还想抵赖？来人，把谢贵妃拖出去杖毙！母后，此事还没有结论，不可下定论。住口！皇帝难道要为了一个宠妾坏了宫规吗？来人，把谢贵人拖出去杖毙！且慢！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，你身子不好，怎么也来了？臣妾听闻有人以巫蛊之事混乱后宫，是臣妾管教无方。去，拿过来给本宫看看。皇后娘娘，那东西阴邪得很，恐有损凤体。这布料像是前日川陕总督进贡的蜀锦，皇上赏赐给了本宫，本宫念其罕有，就送给了薛贵妃一些。皇后的意思是，在宫内只有皇后和薛贵妃拥有此蜀锦。回皇上，正是。母后，依朕看，在宫内是有人故意陷害谢贵人。怎么会是蜀锦？若是谢贵人以巫蛊之术加害柔昭公主，那她是从何得到蜀锦，做成这巫蛊娃娃的呢？薛贵妃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蜀锦虽难得，本宫却瞧不上，全都赏给本宫的庶妹薛答应。皇后，臣妾没有。又不是你，你慌什么？本宫问你，薛贵妃赏赐的蜀锦，你可曾用过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臣妾没有，臣妾舍不得。去薛答应寝殿，把蜀锦拿过来。是。以巫蛊之事残害皇嗣，如此大逆不道，本宫定要严查。皇后娘娘，
皇后娘娘，臣妾说了，此事与臣妾无。怎么会这样？回皇后娘娘，这批蜀锦缺的一角，正是巫蛊娃娃身上。你可知道构陷妃嫔是重罪？皇后娘娘恕罪，臣妾一时糊涂。本宫看你年纪尚小，怎知巫蛊之事？是否有人在背后指使？没人指使臣妾，是臣妾恨透了谢渊。我样貌出身，样样比他好，凭什么他能踩在我的头上？如此蛇蝎心肠，来人，答应薛氏构陷嫔妃，屡教不改，实在罪无可赦。赐自尽。莲儿，有人构陷于你，为何不解释？世家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况且皇上都不愿意相信，臣妾百口难辩。是真的错了。皇上，请饶了臣妾，臣妾只是一时糊涂。贵妃娘娘，你替臣妾求情。娘娘，皇上太后，臣妾皇了皇子，臣妾不能死啊！还不快给哀家松手！你是真的怀有身孕了吗？韦太后，是的。怎么可能？薛贵妃此话是什么意思？臣妾一时惊喜，没有别的意思。皇上，既然姐姐怀有身孕了，就饶了她这一次吧。毕竟凡事还是要以皇嗣为主。莲儿还是如此的心善。来人，宣太医给薛答应把脉。我未曾怀有身孕，这可怎么办？杜太医如何？韦太后，薛答应有喜了，看脉象已满3个月了。皇帝，我们苍国有后了。怀有龙子，可得谨慎小心些。薛答应为皇家绵延子嗣，应该重赏，敬为常在。皇帝，意下如何？全听母后的。薛常在构陷宫妃，害得我家小主险些丢了性命。此事难道就这么算了？兰芝，不得胡言。姐姐怀了皇嗣，对宫中来说是天大的好事，臣妾受些委屈不打紧。是个懂事的孩子。巫蛊之事是哀家冤枉你了，如今皇嗣更为重要。薛常在纵有万般不对，也是肚子里阿哥的生母，此事就莫要再提了。是，谢太后恩赐。母后，莲儿心地善良，不会计较的。皇上谬赞了。月儿，母后向来看重子嗣，朕虽暂且惩治不了薛氏，但是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只要皇上觉得臣妾委屈，臣妾就不觉得委屈。皇帝，我们就别在这儿耽搁薛常在休息了，都散了吧。朕送母后回永寿宫。眼睁睁看着我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你很不甘心吧？眼睁睁看着我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你很不甘心吧？果然有问题。
这薛答应好歹毒的心肠，竟企图贡献小主，诅咒柔昭公主。你去薛答应的寝宫里取些蜀锦，我自有办法破解此局。哼，笑什么？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？不过就是姐姐在苟延残喘、垂死挣扎罢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妹妹这是在为姐姐担忧啊。这若是10个月过后，这肚里生不出个阿哥或是公主来，这岂不是要人头落地、株连九族啊？你闭嘴！当然会生出来。我不仅会生出来，我还要为皇上天子天福生8胎。8胎？姐姐莫非是母猪不成啊？你个贱人！姐姐莫要动怒，这要是伤了胎气，妹妹可承担不起呢。安之，我们走。小主息怒，小心伤了胎气。胎气！本宫压根没有生育，哪里来的胎气？皇上有旨。小主，不可胡说。小主如今怀有身孕，外面应该是皇上给小主的赏赐到了。走，去看看。公公好。景公公，劳烦你又跑一趟。谢贵人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贵人谢氏品貌端庄，德行婉顺，恭谦有礼，进退合宜，甚得朕之喜爱，特擢升为嫔，赐字旗，钦此。谢皇上。启禀娘娘，皇上是心疼您受了委屈，特地为您抬嫔，您的福气啊，在后头呢。薛常在，皇上口谕，您构陷嫔妃，理当赐死。念你为皇家绵绵子嗣有功，皇上罚您闭门思过1个月。当初让你给秀女们的手镯，你给了吗？娘娘，奴婢给了。薛常在自入宫以来一直带着呢。既然如此，你贱婢为何还是怀了身孕？娘娘息怒。怀了龙子又如何？生不生得出来还不一定。一箭双雕，娘娘高明。谢渊那个贱人究竟用了什么狐媚法子给我的皇上丢了魂？我有孕在身，皇上为了给他做主，竟如此罚我。1个月期限到了，我要找太后为我做主。小主，你不能就这么去见太后。4个月大的肚子不该是这样的，你会露馅的。该死！呀，1个月未见，姐姐的肚子这般大啦。启禀娘娘，我家小主的龙胎可摸不得，若是出了差错，启禀娘娘可担待不起。哪里来的狗奴才，竟敢对我家娘娘不敬！你，兰芝，随本宫去向皇后娘娘请安。是。好好看顾你家主子，要是出了什么差错，保命符可就没了。小主，难道就让他们一直这样嚣张吗？不如去求贵妃娘娘，贵妃娘娘一定有办法惩治他们。闭嘴！自从我怀有身孕以后，嫡姐就和我彻底生了嫌隙。她天天恨不得弄死我肚子里这个子虚乌有的龙种，还怎么可能帮我？可是小主，这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你若真不生出个阿哥公主的，那不就露馅了？倘若我肚子里的孩子被那个贱人给弄没了，你说皇上还会对他宠爱有加吗？娘娘，这是谢大人人送进来的。
差人转告义父，女儿已然知晓，定当竭尽全力。是。娘娘恕罪。你怎么办事的？娘娘，这是我们昭义宫新来的小顺子。起来吧，先去趟储秀宫。谢娘娘。娘娘，启禀娘娘求见。启禀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臣妾参见梅妃娘娘。坐吧。齐嫔突然造访，可是有什么要紧事？没什么要紧事，只是义父前些日子从江南带回了些梅花糕。听闻娘娘自小在江南赵大学士府长大，特意来呈谢给娘娘。自16岁进宫以来，本宫就再没有吃过江南的糕点，齐嫔有心了。听闻娘娘的姑父赵大学士在朝堂近日因为朝务分外头疼，臣妾的义父有意良计，不知能不能帮到赵大学士。齐嫔，你为何要帮本宫的姑父？半年前，娘娘最好的表妹赵玉进宫选秀，被太后看中，为侍寝便连进2阶，升为贵人。薛贵妃因嫉妒将她凌辱致死，事后梅妃娘娘便每日都郁郁寡欢。娘娘，难道你就没有曾想过要为她报仇吗？你可知你这番话，本宫要是告诉薛贵妃，你会如何？我相信娘娘一定不会说。难道你就不想看到薛家灭门，薛贵妃失宠那一日吗？本宫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娘娘同臣妾一样，对薛贵妃恨之入骨。这封信本宫会差人交给姑父。4个月就这么大了，这富儿尖尖必定是个阿哥。启禀太后，启禀娘娘宫里头的小太监求见。请他们进来吧。奴才叩见太后、贵妃娘娘。太后娘娘，这是我家娘娘特地给薛常在准备的点心，听闻她在您这儿，特意让奴才给送过来。齐嫔有心了，赏。是。谢太后，奴才告退。那有个狗洞能通往宫外，贵妃娘娘答应过你的，让你出宫回家，出去之后就别再回来。是。妹妹，切莫辜负齐嫔一片真心。嫡姐如此殷勤，想必这点心有诈。眼看这肚子要露馅了，不如将计就计。好痛！这是怎么了？太后娘娘，臣妾的肚子好痛！快宣太医！皇上日理万机，辛苦了。这是镇南王送您的碎银子，您尝尝。皇上，不好了！薛常在吃了启嫔娘娘送去的点心后，腹痛难忍，小产了。太后请您还有启嫔娘娘过去一趟。怎么会如此？
娘娘不好，薛颖秀这招属实出乎本宫意料。昭仪宫传来消息，说在宫里枯井中发现了小顺子的尸体。既如此，那本宫便将计就计。毒妇，还不快给哀家跪下！太后，臣妾不知所犯何罪啊！极品，本宫只当你平日里不守规矩，没想到你竟如此胆大包天，公然谋害皇嗣，你可知罪？皇上，太后娘娘，臣妾平日与薛常在关系疏远，躲他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会害他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娘娘，启嫔娘娘嫉妒我家小主怀有龙子，在这糕点中加入大量的夹竹桃，致使我家小主小产。放肆！未经调查，怎可妄自揣测嫔妃？皇帝，你竟还护着这心肠歹毒的女人！太后，臣妾从未让小顺子来寿康宫送点心，定是有人买通小顺子，以臣妾的名义行事，伤了皇上子嗣，然后杀人灭口，好栽赃陷害给臣妾，一箭双雕啊！这些都是狡辩之词，如今证据确凿，你休想脱罪。太医，给朕解释。回皇上，微臣把不到喜脉，薛常在怕是小产了。既然薛常在已然小产，但为何肚子还如此之大？母后，保重身体，臣妾送您先回去吧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来人，薛常在欺君罔上，罪无可赦，赐进。住嘴！犯下如此弥天大错，还妄想本宫替你求情！来人，快把他拖下去处死！皇上，恕媚一人所为，本宫并不知情，还请皇上恕罪，饶过护国公府。皇上，臣妾还有一件事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灵儿，你讲吧。启嫔娘娘，您向来最是心善，求求您救救我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本救你？这个镯子是秀女们入宫时薛贵妃娘娘所，是本宫送的又如何？那这个镯子的玄机，贵妃娘娘应该比臣妾更清楚。这是何物？是麝香。女子若长期佩戴此物，会导致不孕。这也正是为何皇上子嗣凋零。太医，回皇上，真是麝香。皇上，臣妾只是一时糊涂，这一切都是因为臣妾太爱你了呀！朕以为你温良醇厚，没想到你竟然骗了朕10年。朕真想将你凌迟处死。皇上，薛贵妃是长公主母妃，也是护国公嫡女，护国公手握大权，皇上要三思啊！不怕，嫡姐之过，由庶子偿还。来人，将薛常在凌迟处死。皇上不要！皇上不要！不要！皇上不要！朕再也不想看见你这个毒妇。薛贵妃欺君罔上，禁足翊坤宫，无旨不得出。皇上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贵妃娘娘，
这只是开始，谁不放过谁，还没定论。这个谢月，等我坚持进步，爹将你千刀万剐！你们辛苦，柔柔害怕。你为什么不是个皇子？倘若你是个皇子，本宫早就稳坐皇后之位了。为柔柔错了，柔柔要去找启禀娘娘。好啊，你还一直往着昭仪宫跑，我看你是忘了谁才是最爱你的母妃了吧？娘娘，柔昭公主是皇上唯一的孩子，你要是把她打坏了，您就彻底失宠了。对，柔昭，还有柔昭，柔昭，你听着，母后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，你会帮母妃复宠的，对不对？一朵小苹出见凉，母妃，柔昭真的背不出来。背不出来也要背。谢元那个贱人怀上龙子，皇上眼里哪还有你这个公主？娘娘，烈日炎炎的，就让公主休息吧。你懂什么？玉不琢不成器，是冬日里的太阳晒不死人。这么简单的词作都背不会，本宫还能指望你什么？一朵小苹出见凉。娘娘，公主天资聪颖，要不让她背其他的诗吧？当初那个贱人就是靠这首词作替皇上主题，如今柔昭只能投其所好，本宫才不至于彻底失宠。母妃，柔昭多好意。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，母妃再给你1个时辰，你要是背不出来，休怪母妃不客气。娘娘，娘娘，春梅姑姑，柔昭好累。公主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奴婢去跟娘娘求求情啊！要是启禀娘娘是我的母妃就好了。公主，公主，柔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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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别吓母妃啊！柔昭，娘娘，柔昭公主怎么这么烫啊？娘娘，柔昭公主怎么这么烫啊？快宣太医，快宣太医，宣太医啊！柔昭，不背了，不背了，你别吓母妃，你醒醒啊！柔昭。柔昭，公主，你快睁开眼看看臣妾啊！你别在这儿如此惺惺作态，本宫的长公主没了，在这后宫之中，没人比你更高兴了。虎毒尚不是子，柔昭公主发着高烧，你竟罚她跪在烈日之下整整5个时辰，你真是枉为人母啊！闭嘴！在这后宫之中，孩子不过是争权夺利的棋子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柔昭她……来人呐，传朕旨意，薛贵妃虐待亲女致死，其心歹毒，不好便为答应，打入冷宫，择日处死。这苗儿，那么娘娘，您终于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您因悲伤过度昏迷了3日，今天是公主下葬的日子，皇上特地嘱咐您要好好休息的。
我去送他最后。娘娘万不可，您身子虚弱，若是再有什么意外，奴婢也能自去救他。薛贵妃处处置您于死地，您却如此在意她所生的公主。手诏生得乖巧又可爱，很是讨喜，只可惜命太苦了。娘娘，梅妃娘娘求见。让梅姐姐进来吧。是。妹妹身体抱恙，不必行礼。本宫今日前来是有一好消息要说与你。什么好消息？宫外传来消息，说本宫的姑父赵大将军在朝堂上参了护国公一本，说他守城失败，故意谋反。指挥使谢大人又在护国公府搜出了龙袍和皇上丢失的国玺。那看来这次薛月柔是彻底翻不了身。正是。妹妹，大仇得报，大快人心。那臣妾便只送他最后一程。哟，这不是薛贵妃吗？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了？本宫是皇上亲封的贵妃，不仅是正一品护国公，你们这群狗仗人势的东西，快把本宫放出去！都被降为答应了，还本宫呢？听说薛家已经被满门抄斩，马上就轮到他了。你们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薛家被满门抄斩？你们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薛家被满门抄斩？说呀，你快说呀！什么叫薛家被满门抄斩？什么意思？你们放开！真的是疯了，我们快走！怎么才短短数日，姐姐就如此狼狈啊？你个贱人，你来做什么？当然是奉命来刺死薛大人。你以为你赢了？就算本宫没了，还有千千万万个宠妃后来者居上，得意不了多久。那都是后来的事了。薛姐姐，还记不记得那个当年被你活生生乱棍打死的叶的贵人啊？他死得好惨啊！你说这冷宫阴沉，夜深人静时，他会不会来找薛姐姐以叙旧情啊？你少吓唬本宫！区区一个奴婢，本宫从未把她放在眼里。你别嚣张，等本宫的父亲洗脱罪名，我马上就能出去。姐姐可真是天真啊！我义父谢大人已经奉旨查杀薛家时，在薛家书房里发现了一件龙袍和皇上丢失已久的传国玉玺。护国公如今已经人头落地，尸首异处了。我胡说，我父亲绝对不会做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会不会很重要吗？护国公功高震主，而你又在后宫中一手遮天。重要的是，皇上想怎么做，方能够除后患。不可能！我父亲是立下丰功伟绩的护国公，我是宠冠六宫的薛贵妃，皇上不可能这么对我。在这深宫之中，明争暗斗，谁又能真的讨得圣心呢？薛姐姐都进宫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妹妹看得透彻？看得透彻又如何？一朝失宠，你也会不得好死的。真是可惜了，姐姐看不到妹妹失宠的那一日了。薛姐姐好不好奇，这3月已久的胎儿成型没有？你怀上龙种了？瞧你这面目狰狞的杜甫模样，哪还有当年宠冠六宫的嚣张跋扈啊！本宫未曾有意，但本宫亲眼看着你杀害宫妃。你和那个贱婢到底什么关系？她是我相依为命的姐姐，而你是将她活生生的凌辱致死。本宫处心积虑的进这后宫，为的就是有一天将你踩在脚底下，亲手为我姐姐讨回公道。
本宫输在你手里，无话可说。不过你也只是皇后手下的一枚棋子吧？不然你以为叶贵人那一介低贱的奴婢是怎么被皇上看上的，又是怎么死在本宫手里的？你什么意思？皇后将你姐姐送上龙床，不过是要利用她争宠，削弱本宫和薛家的势力。不过这叶贵人当真是一颗没用的棋子，你猜她为什么将你接进宫中，与叶贵人小聚？是皇后故意让你亲眼目睹本宫处死叶贵人，让你恨上本宫。如今看来，你还真是一颗为皇后肝脑涂地的好棋子。你住嘴，娘娘，没事吧？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你一个婢女也敢骑到本宫头上？你真以为皇后不知道本宫暗地里的那些手段吗？如今你步步高升，宠冠六宫，你觉得皇后那个膝下无子的病秧子，她会放过你吗？薛答应以为这样就能够免逃一死吗？白绫可怖，匕首见血。倒是这个毒酒，肝肠寸断，才是最痛苦的。你要干什么？假奉圣旨，可是掉脑袋的死罪。皇上已经下令将你处死，本宫只不过是为皇上分忧解难罢了。谢渊，这宫中的争斗永无休止，我就不信你能笑到最后。皇后娘娘为何这般看着臣妾？仿佛要将臣妾拆骨入腹。灵儿，你为本宫解决薛月容这个心头大患，本宫想感激你还来不及。本宫今日带皇上选秀，有个秀女很合本宫眼缘，特地带来给齐嫔妹妹长长眼。妹妹独占恩宠1年有余，是该把这福气分给其他妹妹了。进来吧。温雨比妹妹更像淑妃，这眉间的朱砂痣鲜红欲滴，想必皇上看了也会欢喜。齐嫔觉得呢？如今你步步高升，宠冠六宫，你觉得皇后那个膝下无子的病秧子，她会放过你吗？妹妹没有记错的话，温姑娘就是名满京城的清官花魁吧？娘娘真是好眼光啊！温姑娘婀娜多姿，媚态横生，这一看就是多子多福的主啊！臣妾看了都勾了魂呢，更别说是皇上了。齐嫔娘娘谬赞了。温妹妹啊，皇后娘娘进宫10余年了，还未有子嗣，这位皇上天子天福的重任就交于你了。只要皇上需要，妾身定当竭尽全力。皇后娘娘，臣妾就先行告退了。本宫能助你扶摇直上，但绝不允许你独占恩宠。差人告诉父亲，谢渊擅自处死薛贵妃，其性何诛？是。皇后娘娘，妾身什么时候能面见圣上？本宫让你进宫，是为了制衡齐嫔，莫要心生妄念。是。娘娘。不好了！朝臣们因您擅自处死薛贵妃一事，被御书房同皇上吵得不可开交，就连谢大人也要扬言说同您断绝关系。该来的总归是来了。娘娘，这是什么？
本宫模仿淑妃的唯一证据。如今薛贵妃已逝，皇后没了心头大患，唯一忌惮的就是我，她势必会不计一切将我铲除掉。只是没想到，连我义父都如此无情。娘娘，奴婢会陪着您的。去御书房，本宫倒是要看看那些大臣们是如何参悟一本的。皇上，那谢氏本是出身卑微的草民，又无子嗣傍身，此番身居高位，已经是皇恩浩荡了。可他却居心叵测，擅自杀害后宫嫔妃。臣以为应即刻赐死谢氏，以彰显皇家威严呐。臣附议，皇上切勿沉迷美色，继续容忍谢氏于后宫作乱。放肆！朕的后宫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做主了？启嫔娘娘到。皇上万福金安，皇上万福金安。瑶儿，你过来。臣妾只是奉旨行事，竟然在大臣眼中竟成了居心叵测、心肠歹毒。早知如此，臣妾就不听皇上的话。什么？启禀娘娘竟是奉了皇上的旨意？朕早就下令赐死薛氏，启禀只是替朕送了他一程，没想到你们竟然跑到御书房肆意妄为，干涉朕的后宫。来人！这二人妄图揣测军心，拖下去，杖责20，以儆效尤。皇上饶命！皇上息怒了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！那启嫔怎么样了？大臣们在御书房闹起来了，皇上再怎么宠爱启嫔，也会碍于朝臣的压力将她打入冷宫。娘娘你也就无需有后顾之忧了。那启嫔是个有本事的，温腴美丽却愚蠢，是颗趁手的棋子。本宫绝对不允许后宫之中有任何人骑在本宫头上。娘娘是先皇定给皇上的结发妻子，是封于边下的一国之母，无人敢如此无礼。娘娘不好了！皇上为了启嫔力排众议，杖责大臣以儆效尤。启嫔已随皇上去养心殿侍寝。皇上当真是糊涂了！皇上当真是糊涂了！命人将小顺子的尸体捞起来，把这个放在身上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就不用本宫教了。奴婢明白，奴婢这就去办。浅月姑姑，皇上当真会来御花园？你敢质疑皇后娘娘？不，妾身不敢。皇上当真来了！何事如此惊慌？皇上，回皇上，是昭玉宫小顺子的尸身，这是从小顺子身上寻到的。据查明，一个小太监的尸首怎么会出现在朕的御花园里？皇上，这里面记载了淑妃的一言一行，还有大量笔记。今日我效仿淑妃，对着月神祈愿，皇上果真让我侍寝。谢渊，摆驾赵夷公。叶灵，你再受宠又如何？皇上绝不允许有人踩着淑妃上位。我们走着瞧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给朕解释解释。
皇后娘娘为了模仿我的字迹，可真是费尽心机。朕认得你的字迹，这本册子到底是不是你写的？皇上既已知道答案，又何必明之故？你太让朕失望了。你为何要模仿淑妃接近朕？真是卑微的女人，接近皇上，除了恩宠和名利，皇上觉得还能是有什么？朕要听实话。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！娘娘只是太爱皇上了，求皇上饶了我家娘娘。谢元，朕对你太好了，才让你肆无忌惮的效仿淑妃，诓骗朕。在赵夷宫，朕以后不会再来了。启嫔娘娘，你有错在先，怎么就不能跟皇上说两句好话，服个软呀？淑妃是皇上的朱砂痣，是本宫自不量力了，多说无用。您，皇上，您等等奴才。娘娘，册子不都烧了吗？皇后有备而来，与其被人抓着小辫子，不如我自己承认一切，换个坦白的好名声。想来这昭仪宫，从今以后也会变成真正的冷宫。真是卑微的女人，接近皇上，除了恩宠和名利，皇上觉得还能是有什么？当真不让朕省心啊！吩咐下去，查清楚谢元为何接近朕，切记不要声张。这皇后娘娘到，温姑娘到。皇上，谢渊本名叶灵，他处心积虑接近皇上，不过是为了扳倒薛贵妃，为他死去的姐姐叶贵人复仇。朕只是他复仇的一颗棋子。臣妾也是最近才明白这件事情。如此歹毒心肠的女人留在皇上身边，臣妾不放心呢。臣妾知道，皇上对齐嫔宠爱有加，正是因为她的那张脸像极了死去的淑妃。妾身微雨见过皇上，愿皇上万福金安。皇上，臣妾看温姑娘和齐嫔相似，这眉眼之间的朱砂痣啊，又和淑妃相同，便擅自做主把她带来了。你身份臣妾，朕还不知道母仪天下的皇后什么时候干起了劳保的买卖。臣妾逾矩了，请皇上恕罪。朕还不知道母仪天下的皇后什么时候干起了劳保的买卖。臣妾逾矩了，请皇上恕罪。罢了，留下磨墨吧。退下吧。是，臣妾告退。皇上，皇后娘娘说，妾身长得像已逝的淑妃，您看妾身有几分像？哪儿？皇上，滚开！皇上。娘娘，自从上次娘娘和皇上生了嫌隙，这昭仪宫就形同冷宫，
眼下已然入冬，内务府更是不给我们冬装和炭火，这个冬天可怎么熬过去啊？本宫亲自去取。今儿个是皇后娘娘生辰，今夜皇上要去凤仪宫陪娘娘，务必要多添些炭火。哟，这不是齐嫔娘娘吗？你也来取炭火啊？劳烦公公给昭仪宫先许炭火。这齐嫔娘娘，不是奴才不给您，是今夜皇后娘娘要侍寝，要得多，要不这些黑炭您拿去。黑炭怎么行？就黑炭吧。你嘿呀，这贱婢怎么如此无用，连点炭火都拿不稳。还当自己是宠冠6宫的妃嫔呢，哼！如今不过是皇后娘娘的手下败将罢了。娘娘，您没事吧？不过是皇后身边的一条狗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皇后，本宫送你的第一份生辰大礼，你可记住？皇上是齐嫔娘娘。飘然转旋回雪清，嫣然纵送游龙井。嫣儿总是给朕意想不到的惊喜啊！臣妾罪该万死，这就离开，不碍皇上的眼。嫣儿，见到朕为何如此惊慌？臣妾是惹恼了皇上的戴罪之身，不敢面见圣上。齐嫔娘娘，其实皇上早就原谅您了。皇上就算知晓了此事，也未曾追究您，不是？皇上，您都知道了。臣妾虽然爱慕皇上，宁愿远远看着皇上一眼，以解相思之苦，也不愿因为宠爱而落得跟姐姐一样的下场。你姐姐被虐待致死，是你姐夫没有护其周全，是他们。你假借朕之手扳倒薛贵妃，为你姐姐复仇，可恨，实在是可恨。臣妾罪该万死，还请皇上降罪。嫣儿如此利用朕，你说朕怎么承事你好？嫣儿如此利用朕，你说朕怎么承事你好？臣妾自从被皇上憎恶了之后，这昭仪宫就形同忍宫，臣妾日日都见不到皇上，思念成疾。不如皇上就直接赐死臣妾吧，这样也算是了却了臣妾的相思之苦。嫣儿，你的手怎么了？回皇上，臣妾没事。皇上，您有所不知，自从齐嫔娘娘被皇上冷落后，这人人都可着昭仪宫欺负。这不，内务府不给昭仪宫炭火，齐嫔娘娘就亲自去了一趟，遇上了温姑娘。这手背上的伤啊，就是被温姑娘踩的。这可怜的哟。景公公是如何知晓的？齐嫔娘娘，老奴跟随皇上10几年，最了解皇上。您不在的这1个月，皇上郁郁寡欢，老奴便擅作主张命人啊。原来是景公公命人监视本宫，还请齐嫔娘娘恕罪。传令下去，凡是欺辱齐嫔娘娘的宫女、太监，通通杖毙。至于内务府总管，革去他的官职，驱逐出宫。
这还有温雨，就交给渊儿处置吧。皇上，走，这为你涂药。皇上别担心了，臣妾的手已经觉得好多了。所以皇上打算怎么惩治臣妾啊？渊儿揭晓薛银秀假孕一事，又揭晓薛贵妃让皇嗣凋零的阴谋，功过相抵，就罚你为朕生一个皇子。娘娘，太医院和青天剑一同测算出来，这一年中是你最适合有孕的日子。今夜过后，娘娘定能怀上皇嗣。皇上怎么还不来？娘娘，不好了，娘娘！慌慌张张干什么？娘娘，妾身听闻启嫔今日在御花园偶遇圣上，皇上今晚怕是来不了了。你说什么？后宫之中谁人不知皇上会来我凤仪宫？这该死的叶灵竟敢跟本宫相争！娘娘，妾身还听闻皇上今日为了那启嫔张编了好些势力的奴才，妾身今日为了帮你去看火，同那启嫔发生了争执，妾身害怕他会伺机报复。没用的东西，至今入不了皇上的眼，本宫要你有什么用？是妾身无能。行了，既然你不能为本宫所用，明日你便出宫去吧。娘娘，娘娘这虚反正的，还不快滚！叶灵，本宫倒要看看你有没有命同本宫争宠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嫔妃谢氏、贤娘淑德，温公茂著，晋妃位，宜居永寿宫，钦此。齐妃娘娘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实属不易。区区妃位何足挂齿？皇后因为一己私欲将姐姐推入火坑，那本宫便要将她最在乎的后位夺走。站住！妾身见过启妃娘娘。温姑娘这带着包袱，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儿？回娘娘，妾身回家看望父母亲。哼，不过就是没妻子，何必编得这么好听呢？妾身愚笨，还请娘娘放妾身出宫。放你可以，只是本宫之手啊，至今还觉得隐隐作痛。皇上已经将你交于本宫处置，你说本宫该如何做方能解恨啊？那日担内无福，妾身便闻有礼，娘娘不该如此严，请娘娘责罚。本宫向来心善，见不得血光。就罚你自断脚筋吧。齐妃娘娘，太后请您去寿康宫同皇上和皇后共用午膳。走吧。齐妃娘娘到。臣妾参见皇上、太后、皇后娘娘。渊儿，快过来用午膳。母后和齐妃妹妹甚是亲昵，臣妾都有些吃味儿了。柔昭是时候啊，哀家夜不能寐，是月儿陪在哀家左右，想法子讨哀家欢心。不过呀，哀家最盼望的还是你们能诞下皇子皇女，替皇上延绵子嗣。谨遵太后教诲。皇上要引入均沾才是。母后教训的是。
用膳吧。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这是怎么了，近日里总觉得身子疲乏，平日里爱吃的点心也没有胃口了，反而还觉得恶心。难不成？快请太医来瞧瞧。回永寿宫，宣太医。这。皇上大喜，太后娘娘大喜，齐妃娘娘这是喜脉。当真，月儿有了这的孩子。当真，月儿有这的孩子。微臣不敢胡言，只是齐妃娘娘身子虚弱，眼下还需好好安胎才是。大喜大喜呀！月儿是我们仓国的福星啊！回太后，能为皇上绵延子嗣，才是臣妾的福气。恭喜皇上，恭喜齐妃娘娘。赏，永寿宫、太医院通通有赏。谢皇上。本宫入宫数十年，从未怀过皇嗣，凭什么她谢渊刚入宫就能怀上龙胎？娘娘，您是母仪天下的皇后啊，切莫伤了自己的身子。起来吧。是。没有子嗣傍身，这皇后之位坐如针毡。她谢渊已经是独宠，来日诞下皇嗣，将会是对本宫最大的威胁。本宫不能再放任了。可是娘娘，那齐妃怀的是这皇宫中唯一的皇嗣，皇上和太后格外看重。永寿宫不仅重兵把守，皇上和太后更是时常陪伴在齐妃身旁，我们怎么还有机会下手？伺机而动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太后让您明日主持家宴，庆祝齐妃娘娘怀了皇嗣。知道了，下去。先前薛营秀养那条畜生还在。回娘娘，在储蓄宫。机会只有一次，势必打掉叶灵肚子里的龙胎，再全身而退。是娘娘。兰芝姑姑，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辛苦你了。小的告退。对，把这个布往下拉一点。那个珠子也是，往那边挪一下。臣妾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妹妹怀有龙嗣，就无需多礼了。多谢娘娘替臣妾操持这场家宴。本宫是皇后，理应如此。齐妃妹妹应当以龙胎为重。本宫还有事，就先走一步了。龙胎是否能保，全在皇后，在臣妾。本宫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皇后身居高位，六宫之中皆是你的眼线。薛贵妃利用麝香丸藏入手镯之事，祸害后宫嫔妃，你不可能不知一。只不过呢，是想要坐收渔翁之利。想必臣妾腹中的胎儿，对皇后来说也是眼中钉吧？放肆！叶灵，你别忘了，你能扳倒薛月容，为你姐姐报仇雪恨，都是本宫暗中相助。
也是本宫助你扶摇直上。臣妾以为皇后应该知道，能抓住皇上往上爬，那是臣妾的本事。但除了臣妾以外，没人能够帮助你除掉你心中的大患血。今日你又造谋不己，动图用一条畜生来谋害臣妾腹中的胎儿，不是吗？本宫是六宫之主，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。娘娘在这后宫有眼线，臣妾也有。那畜生已经叫人送走了。什么？是哪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背叛本宫？皇上驾到！你干什么？你不是想要除掉我腹中的龙嗣，好保住自己的皇后宝座吗？我成全你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没事吧，娘娘？太医，我家娘娘为何频频呕血？娘娘，因气血两亏，导致龙子有早产迹象。就算现在开始补养身子，这腹中胎儿恐怕也难以撑到逐月生产，甚者是个死胎。一切告诉本宫，这胎儿还能活多久？娘娘已怀胎8月，即便是微臣拼尽一身医术，也难保她平安降生。这件事，烦请太医帮本宫保密。娘娘，太医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回齐妃娘娘，皇子因齐妃娘娘腹部遭受重击而导致早产，恐怕什么？皇子命在旦夕，微臣定当全力救治。皇后娘娘，是臣妾不该抢了你的恩宠，你就算再怎么怨恨臣妾，臣妾都忍了。但你为何要害死臣妾的孩子啊？皇儿要是，臣妾也不活了。荒谬！本宫哪有害你的孩子？朕亲眼所见，你竟还敢狡辩！皇上，是齐妃陷害臣妾啊！渊儿她生性纯良，自从她怀孕开始，每天都盼着孩子的出生。你说她不惜用自己的孩子来陷害你，你当这愚蠢至极吗？皇上，小德子，传朕旨意，皇后齐心歹毒，戕害皇嗣，遣送后宫，即日起不得踏出宫一步。皇上。皇后娘娘，请吧。皇上，对不起，是臣妾没有保护好我们的孩子。渊儿别怕，就算从阎王那里要人，我也要我们的孩子平安顺遂，福泽绵长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大皇子诞生，天降喜雨，福泽众生。按萧氏皇族招募秩序，赐名君临，封为太子。齐妃谢氏早育名门，素贤内则，滋养成皇太后慈育，以册宝封为皇贵妃，设6宫事，钦此。今日太子满月，永寿宫上下长俸禄1年。恭贺皇上，恭贺齐妃娘娘庆得太子，将国江山永续，国祚延绵。皇上，请你看看皇
这什么？皇上不愿意相信臣妾，臣妾就只能断发。皇后娘娘，我苍国，我有大丧之时才肯断发，你怎肯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皇上如今还健在，也就是在诅咒皇上啊！皇上，你就当是臣妾在构陷皇后吧，臣妾也不想您因为皇后断发而发生任何意外啊！灵儿，你不用将所有的责任都打在自己身上。皇后心悸疯魔，你更不用替她纠结。颜良，当真是阴险狡诈，本宫就算是死，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！真不是回人！小德子，回皇上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皇后董鄂氏德行有亏，戕害妃子，罪无可赦，现废除后位，打入冷宫。今谢贵妃为皇后，择日举办册封大典。这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贵妃谢氏，勤勉柔顺，温恭茂助，于公进士，恪尽谨慎，敬上小心恭谨，御下宽厚平和，堪为六宫典范。今受金册金印，封为皇后，母仪天下。臣妾谢主隆恩。皇后平身。恭贺皇后娘娘大喜！